赚了钱之后，各种亲戚来借钱，碍于面子，我只能来一个借一个。没多久就借出去了20万，多次索要无果后，我索性一把火烧了这些欠条。亲戚们拍手称快，夸我仗义疏财，乐善好施。不久后，小姑又因为儿子犯了事问我家张嘴借钱。这次我微微一笑：“你忘了吗？我还有外债在外面飘着呢。我妈也生病没钱了，要不你借我点。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去年的时候，我辞去了之前朝七晚十、收入微薄的工作，跟朋友一起开了家小型创业公司。夸大点说是公司，其实就是我们几个人联起手来当经销商，做起了人们口中的二道贩子，替卖家拓宽渠道，替买家货比三家，一来二去竟然也赚上了钱。我爸一嘚瑟，将我的工资发到了朋友圈，很快我赚钱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。最先伸手借钱的是大姑，她提着大包小包，借着来走亲戚的名义，将我家里里外外打量了一遍。在看到我试图给家里改善生活而购置的各种智能家居后，她更是眼睛都泛绿光。我的天，一帆这是挣了多少钱啊？给你们换了个这么大的电视，还买了这么多东西，这得花多少啊？我爸小人得志，听到这话，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。哟，大姐，你不是看不起我儿子的工作吗？挣得多有啥用？大姑一反常态，笑得谄媚。这话说的，我是你姐，你还跟我记仇啊？我想了想，你说的也对，不管什么工作，只要能赚到钱就好。一番年少有为，多好啊！你们俩也跟着享福了不是？眼看到了饭点大姑还没有走的意思，反而一直拉着我问东问西，我妈也就钻进厨房做饭去了。聊不了几句，她就开始切入正题，说起来，要是人人都像一帆一样就好了。我家娜娜就是个不争气的东西，她那工作看似简单，跳跳舞就行了，谁能想到会被人骗啊？我心下一紧，已经想到她这次来肯定没安好心了。怎么了？大姑稀稀疏疏的尽数讲了出来，听了一大圈，我听明白了，无非就是娜娜表姐在网上做主播，被所谓的工会骗了，现在后悔不做了，还得倒贴赔工会钱，现在整天茶饭不思，几近抑郁。爸妈一脸担忧，却提不出什么建设性意见。我对这方面也不熟，唯一能给出的办法就是报警起诉了。可大家都是普通人，谁愿意动不动就浪费时间精力去法院的？果然，大姑当下否定了我的建议，话锋一转，开始借钱。看现在你们过得好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我当姐姐的，要不是实在不容易，是肯定不会开口的。你看现在你们手头也挺宽裕的，要不先借我点应急，等娜娜跟那个什么破工会脱离开就好了。你现在借给我，给他平账，过了年初我就还你，行吗？一帆，你就看在娜娜跟你是表亲的份上，帮帮她行吗？你娜娜姐不愿意来借钱，怕丢人，可要不丢一次人，她的事业和前途就没了，人家要告她违约呢。大家都是亲戚，以后走动的时候还长着呢。你看，她殷殷切切地看着我爸，偏他又是个好面子的，也不愿意为这1、2万影响了亲戚之间的关系，咬咬牙就同意了。我爸松口同意借钱，他又看向我，我犹豫了一下，缓缓开口：借钱也不是不可以，只是我现在手头的钱不宽裕，而且来年公司还要进货什么的，没有本金拿什么赚钱？我无所谓，我公司还有合伙人，人家到时候告我怎么办？您说出5还，我也就信了。这样吧，既然您要借钱的话，
就给我打个欠条好了。大姑瞪圆了眼睛，难以置信。郭一帆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管我要借条？我没说话，搓磨了好半天，连我爸劝我都没用，见事情没有转圜的余地。为了这2万块钱，大姑咬咬牙，行，我签。她大手一挥，签下欠条，收下我转给她的2万块钱，连饭也没吃就走了。大姑不是第一人，也绝不是最后一人。有了前车之鉴，后面来借钱的人也就更加心安理得了。大概是觉得从我家拿了好处，其他几个亲戚也都陆陆续续的开了口。继他之后，其他老姨舅妈之类的也都登门拜访，靠着100-200的礼品就借走了3两千。大家借钱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，一会说自己打工款没结清，过不了年；一会说儿子娶媳妇缺3万彩礼钱；一会说自己做生意赔了手头紧过不了年；一会又说家人生病了要手术，就差我们这点救命钱。他们一顿天花乱坠，把自己说的比被唐伯虎踩死的小强还惨1万倍。我明白，他们无非抱着这么一种想法：既然你这么有钱，借我点又能怎么样？这钱对你来说不就是毛毛雨吗？他们不想想，哪怕1分钱也是我自己花辛苦挣出来的，凭什么要白白借给他们？他们痛快地拿走了钱，给我留下一张欠条，就拍拍屁股走人。可是欠条真能结清来回借钱之间欠的人情债吗？比他们更过分的是我爸的亲哥哥，我的二叔。他狮子大开口，张嘴就借10万。听到这话的时候，我妈吓了一跳，当下拒绝：二哥，不是我们不肯借，今年一番拿回来的钱最多也就10来万，你姐和你妹都借走了不少，现在要是再借，我们就没活路了。而且你也说了，你媳妇早些年就确诊了是慢性病，吃药就能控制，不需要做手术吧？之前那么多年都没动过，现在突然要这么多钱，我们也没有啊。我爸因为这几天的变故也愁得不行，没想到二叔心一横，一咬牙，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：三子，就看在我们都是一家人的份上，你就把钱借给你嫂子看病吧。她是慢性病没错，可要是能治好的话，为什么要吃药续命呢？那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东西，直接做手术治好不就行了吗？我们现在手头攒了点，床位也安排好了，人家说是马上能做手术的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离动手术的钱就差10万。要不是大姐说一帆现在发达了，你们家有钱了，我是不会开这个口的。要我问自己弟弟借钱，这不是打我的脸吗？他跪在地上，可怜巴巴拽着我妈的手：弟妹，你就借给我们吧，这可是救命钱。当初你嫁给三子的时候，你嫂子跟你处的也挺好，你忍心看到她因为一点手术费就错失良机吗？妈在世的时候不是交代过吗？我们都是一家人。我妈犹犹豫豫的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倒是我爸咬咬牙，大手一挥：郭一帆，借给你二叔。但是哥，别怪我说话不好听，我们家现在也入不敷出，没什么钱了。这钱我们借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他的理由正当且紧急，仿佛我不借出去这个钱就是我的罪过，就相当于扼杀了一条生命。二叔跟之前很多人一样，哭哭啼啼的来，高高兴兴的走，除了一张欠条，什么都没给我们留下。之后又来了不少人，碍于面子，我们只好来一个借一个。很快，接近过年的日子，我的银行卡日渐亏空，家里的抽屉也平铺摆满了一张张欠条。我本就入不敷出，再加上不知不觉间借出去的一屁股债，简直相当于要了我的命。看到我愁苦的模样，爸妈也犯了难。
我妈狠狠道：“说不借给他们，现在好了吧？本来高高兴兴回来过年呢，现在这么拮据，连多买2块肉都不行了。说起来，也怪你们那些亲戚没皮没脸的，倒是愿意问一个小辈借钱。”我爸被戳到了痛处，脸色不佳，说，有什么好说的？又不是不还，人人都有点难处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是亲戚，谁还不缺个钱了？再说要欠条有欠条，不还就起诉吗？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妈气得不再搭理他。我沉默了一阵，确实是，爸，我看了看，这段时间陆陆续续我们已经借出去快20万了。我的钱也不是刮风逮的，现在更是连下年度的启动本金都搭进去不少。我爸一听这数字，吓了一跳，也没想到我们竟然借出去了这么多。他默默地去整理了下他们签完字的欠条，按还钱日期从近到远排了个序。借过钱后，一切又恢复到了最初的样子，亲戚们少有来往，最多也就是点赞之交。说实话，这个年我们过得稀碎，之前来往走动套近乎的那些亲戚，也不知道是怕我们要钱，还是因为觉得丢人不好意思见我们。反正他们过年时默契的一个也没来，别说来了，就连说个过年好的人都没有。爸妈想不通，我们借出去了钱，却没落得一个好话，而那些人更是连最基本的礼貌都没了。他们不来，我爸也憋着一股气不去，大不了就老死不相往来。从除夕一直到初七，大家都不互相联系，甚至一直延续到过了元宵节的时候，仍没人主动提还钱。我妈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，这下更是忍不了了，连我爸的面子都不甩了，直接让我打电话问大姑要钱。毕竟说到底，他借的是我转出去的钱。电话一直响了半天，对方才懒慢接起。大姑，是这样，之前借给你们钱的时候，一部分用的是我做生意的本金，现在我需要回去上班了，本金都不够。您之前借钱的时候不是说了初5还吗？现在早就也到时候了，您看是支付宝还是微信转账？对面传来哗啦啦的搓麻将声，大姑懒散的声音响起：“真有意思，我又不是不还，这么着急干嘛？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，你居然问我要钱，一帆，你这是可做的不对啊！我当初借钱的时候，你可没说是你生意本金，你爸只说是你赚到的钱。现在老二老四他们把你家借空了，你就想逼问我要，这不是欺负我好说话吗？再说，我还没问问你凭什么借给老20万块呢，你倒问我要钱了。看来你们还是有钱，我忙着呢。你要是用钱的话，还是问老二老四要去吧，他们不也没少借吗？你挣了这么多钱，本来就该给亲戚们也沾沾光的。你年纪小不知道，有时候啊，这人情世故可比钱要重要的多。之前发财不说，带上亲戚们一起做，现在要钱倒是挺积极的。他迅速说完了那些话，趁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一下摁断了电话。我气不过，给他发了消息：可是大姑，你别忘了还有欠条的，你说好还的，不能不讲信用啊。大姑秒回：谁说不还了？我现在不是手里没钱吗？等有钱了肯定还你。你要是实在等不及，就起诉我呗，看看你爸同意不？我把手机递给爸妈看，我爸气得一巴掌拍在茶几上。这什么意思？年后还钱是他说的，怎么还翻脸不认人了？你等着，我给他打电话。说着，他就掏出手机给大姑响了过去，可人家连接都不接。过了一会就传来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的提示。我好心提示，那是他给你秒挂了，就提示这个。我妈气得在一旁嘀咕：这郭桂兰太不是个东西了，白瞎咱们爽快借钱，还钱的时候
倒装上大爷了。又不是他一开始求爷爷告奶奶的给他家娜娜借钱的时候了。娜娜，我想了想，给他打去了电话。当然，我没提他妈借钱这件事，只是旁敲侧击地问他直播的怎么样，跟工会的矛盾解决了没？娜娜沉默了几秒。什么工会？我是个人主播，压根没签工会，哪来的矛盾啊？郭一帆，你是不是记错人了？我心下凉了半截，草草应付后冷笑道：“看，人家连借钱的借口都是编的。”娜娜说了，她压根没有工会，哪来的什么违约赔偿的？我看就是大姑自己需要钱，打着娜娜的旗号来借钱的吧。我爸越听越气，可归根到底，都怪他晒那个破工资条。晚上，大姑郭桂兰在老郭家族群里将自己的通话截图发了出来。大老二、老四，你俩出来评评理，你们也是借过老三钱的人，他给你们打过这么多电话吗？我说多少次了，又不是不还，至于逼着问人要吗？你别忘了郭桂林，我是你姐，我借你点钱怎么了？你小时候没花过我的钱吗？你成天说你儿子多有出息，我才借了2万块，你就追在我屁股后面要，至于吗？一点点钱就这么看在眼里，也不怕人说你小肚鸡肠？郭一帆，我就这么说吧，我现在没钱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你家本金都没了，也不是借我钱借的。你问老二、老四要钱啊？这群里大大小小10几号人，除了我爸家4个兄妹，还有他们的老婆、丈夫和儿女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我和我爸被大姑骂了个狗血淋头。可奇怪的是，大家都不说话，其他人更是假装自己没看到。我毫不客气，将他写的欠条拍照发在群里。不好意思啊，大姑，年后还钱是你说的，现在已经到日子了，大家都是一家人。你想当借钱不还的老赖，还是想让那姐当老赖女儿？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不是吗？大姑气得发了好几条60秒的语音，我大概听了听，无非就是说我不应该这么逼着他要钱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闹这么难看干嘛云云。后来甚至教训起了我爸妈，问他们是怎么教育孩子的，让我掉在了钱眼里。我有些纳闷，难道不是他们问我借的钱吗？怎么我借钱出去还成坏人了呀？很快，其他人发话了：二叔、一帆，你们别太着急，这才过去几天，总会还的。我们不是那种欠钱不还的人。四姑、小姑说句公道话，你现在发达了，但是别忘了你还有亲戚需要反哺的。我们不指望你逢年过节给我们多少钱什么的，就是平时生活里应急问你借个钱，你也多宽容一下。钱是流通的，你只有把钱借出去花出去，才能赚更多。四姑父，对，你现在有本事挣钱，也得有本事给自己挣脸面嘛。为了这几个钱弄得大家都不高兴，不值得。千万别做那小人得志、富贵忘本的事。我们都穷，不找你借，找谁借？几个亲戚，你说一句，我说一句。借钱的时候我是大爷，要钱的时候我倒成了孙子。我扫了一眼，向着大姑说话的人都是问我家借过钱的。蹦跶的最高的要数借钱最多的二叔了。他是100%赞同晚点还钱这个道理的，而四姑和四姑父则是觉得1、2万是小钱，还不还吧？我什么都没说，只是默默地将他们签过字的欠条发在了群里。大姑与二叔与四姑与四姑父，甩什么问号？我什么意思？你们不清楚吗？当然，大姑不是个例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又给其他借钱的亲戚陆陆续续打了几个电话，他们口风出奇的一致，不是说自己暂时没钱，就是说再等等，反正就是一个子儿都还不上。爸妈这下眼睛绿了，
没想到我们借出去的钱全打了水漂，20多万呢，扔进水里还能听个响呢。现在可好，连点痕迹都没了。照现在这个样子看，他们不还钱都是次要的，因为我家屡次要账这件事，他们都对我们怨声载道的。县城本就不大，我们认识的人又大多重合，关于我家的这些流言蜚语传着传着就进了我的耳朵。在他们看来，我挣了钱回报家里是应该的，逼着他们让他们还钱就是为难他们，就是不把他们当自家人。我们拿他们当亲戚朋友，可亲戚们俨然不是这么想的，他们只会觉得我身为晚辈竟然敢问他们要钱，那不就等于我在反抗吗？不就等于我家不能纵容他们，给他们一直吸血吗？他们怎么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？所以他们开始了后招，借钱不还不是人干的事儿，可如果借的钱来路不明，不是正常途径赚到的呢？我家要是好人，那不还钱的他们不就成坏人了？那段时间我听了好几个版本关于我家的坏话，有版本说我是2道贩子，挣的钱都来路不明，肯定是坑害了买家和卖家，里外都不是人，昧着良心干活才能赚这么多钱的。有版本说我忘恩负义，小时候几个姑姑叔叔对我多好，我却为了一点小钱就跟他们翻了脸，还拿出欠条逼着他们还钱。更有版本说我表面上的工作都是假的，其实背地是搞传销的，现在挣的钱都是发展下线得来的，说不定等以后就要带着亲戚朋友一起卖多功能鞋店挣钱了。连我这个当事人听了都想笑，可这漏洞百出的话就在我们这个小县城传开了。因为他们的谣言，我甚至还被警察叫过去了解了几次情况，在看过我们公司的一切正常手续后，他们才相信我做的是正经生意。爸妈看在眼里，气在心上，他们怎么也想不到，同样是亲戚，他们那些拿着我家钱的人竟然恩将仇报。于是我爸没跟我商量，就联系起了大姑、小姑和二叔，他将几个人都叫了过来，就约在我家楼下，美其名曰跟他们谈谈。一听不用还钱，几个人屁颠屁颠就来了。他站在楼下跟几个人陪着笑，背影有些落寞。哥哥姐姐，之前问你们要钱，确实是我们想的不够妥当，着急了。但是现在也过去这么多天了，能要了吗？你们知道，一帆妈身体一直都不太好，现在也是每天吃药。我家因为借出去的那些钱，连给老婆买药的本都没了。大姐，一帆问过娜娜了，娜娜说她没跟工会闹矛盾，既然那钱是你自己借的，用完了也多少还一些吧。二哥，我看你朋友圈，二嫂的病好点了是吧？10万数额大，不用你全还，先还一半行吗？小妹，以前咱俩关系最好，借给你钱的时候我们也二话没说，现在哥哥真是遇到急事儿了，看他梗着脖子低三下四的样子，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。我爸光明磊落了一辈子，没想到临了却要因为一些本属于我们自己的钱向别人求情。大姑冷笑一声，哟，这是硬的不行来软的了吗？一帆不是在群里发欠条了吗？我们签了字，自然是准备全还了的，又不是还不起，哪有先还一点的道理？我现在没钱，有钱再说吧。二叔也摇摇头，是啊，桂林，你看你嫂子是慢性病，哪能说好就好？现在也是需要用钱的时候，我实在是没钱还你们了。弟妹的病能忍就忍忍吧。四姑不耐烦地玩着手机，哥，你少在这儿道德绑架我。大姐说的对，我又不是不还，整得你们还可怜巴巴的。总之一圈下来，没人愿意还钱。我爸孤零零地站在那里，其他3个亲生的兄弟姐妹你一言我一语数落着他，
他颤颤巍巍开口：“可是那钱也是我儿子一分分挣出来的呀。一帆为了销路和客户起早贪黑，好容易挣了点钱，都没捂热呢，就拿出来给你们了。当初借钱的时候，你们口口声声马上还钱，自己着急的，都是做长辈的，就忍心看着我家因为你们几个的缘故活不下去了吗？我们都是一家人，这话是你们说的，非得对我们赶尽杀绝才满意吗？”几个人一听不乐意了。赶尽杀绝？什么叫赶尽杀绝？借你点钱怎么了？有钱不就是花的吗？难道就允许你们自己花？我们跟着沾点光都不行了吗？是啊，一番辛苦是他的事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他不是也挣钱了吗？又没挣到我口袋里，辛苦点是应该的。再说，别人家的孩子出息了，就带着亲戚朋友一起发财，干这干那的，一番可好。我问他点什么，他都藏着掖着的，生怕我们学了去。这种跟自己人留心眼的孩子，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当成个宝贝的。从他那态度看，挣的也不是什么干净的钱。我爸说不过他们，恼羞成怒，抬起手就要往过走。二叔一把横在两个姐妹身前：“郭桂林，我给你脸了是吧？怎么，你还要跟你的亲哥哥亲姐姐动手啊？”他们动静不小，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。我能看到有人正远远地举起手机拍着他们这边，朝风暴中心走近。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。我想了个招，转身回到客厅，将抽屉里几张欠条拿了出来。外面的气氛剑拔弩张，我爸看他们的样子，一句话也不想解释，正压抑着呢。我揣着一兜子欠条就开门，我妈一把拉住了我：“你干嘛呀？带着欠条去哪？”我神秘一笑，替父出征。俗话说3个女人一台戏，可2个女人的力量也不容小觑。我刚下楼走出去，就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吵闹声。大姑和小姑2个人躲在二叔身后，轮番指责着我爸，无非是说他什么胆肥了，不顾及姐妹亲情了之类的话。二叔在前面挡着我爸，怕一时给他骂急眼了，再动起手来。这倒好，人家仨是穿一条裤子的，我爸倒像是个外人。别吵了。大姑扭头看向我，尖锐的声音迅速拔高：“哟，来救兵了呀！你一个小辈，你敢对我们和你叔叔怎么样啊？”我爸厉声道：“回去，这是我们之间的事儿，跟你们娘母俩没关系。”我没理他，对着一旁看热闹拍摄的大哥聊了起来：“大哥，你是在拍摄哈？那我跟你说清楚，我年前挣了点小钱，我这几个叔叔姑姑就开始疯狂问我借钱，短短10来天就借了我们家20多万不肯还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还让他们写了欠条，可这样都没用。一催他们还钱的时候，就道德绑架我和我爸。你就说这事儿是谁的问题呀？”大哥啧了一声：“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亲兄弟还明算账呢，感情你家是受害者呀。”他们理直气壮的，我还以为是这个叔叔欠了人家的钱呢。小姑眉毛一挑：“你少在这儿瞎放屁，我们是借钱了没错，可那不也是你愿意借的吗？我又没拉着你的手让你转给我，现在我们就是没钱还怎么办？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你拍得高兴，你给我们还呀。”大哥欺身向前：“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没钱就是你不还钱的理由吗？没钱就去贷款啊！你们几个还真是一路货色，可这一家人欺负，真好意思。”眼看大姑小姑就要跟这个围观的大哥吵起来，我一把拉住了大哥：“是这样，大哥，我们萍水相逢，互不认识，找您呢也是一时兴起，看到您在这儿拍摄，就想让您给做个见证。从现在开始，这个钱啊，我们不要了。”说着，我从兜里就掏出了他们的欠条。为了家庭和谐，这钱我们就不要了。
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我就用打火机一把火点燃了这些欠条，封住火势。仅仅10来秒的功夫，欠条就成了一把灰烬。我上前拉着二叔的手，真心实意道：“是这样，这几天我也想了想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既然我们都是实在亲戚，这钱不要也罢，别因为这件事影响了你们和我爸之间的关系，行吗？”我爸震惊地看着我，浑身发抖。下一秒，二叔反手拉住了我，喜笑颜开：“真不愧是我的好侄子，一帆，你真是太伟大了！有你这样的亲戚是我们的福气啊！”大姐小妹，一帆说得对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弄那么难堪干嘛？现在就连刚才还在生气的2个女人都对我和颜悦色，像以前一样夸得我昏天黑地。小姑甚至还要让自己刚高中毕业的儿子跟我一起干，一起挣钱呢。我笑得开心，应下了这些事。大哥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：“乖乖，你这是唱的哪出啊？”让我爸送走他们几个人后，我给大哥掏了100块钱，拜托他把这条视频发给我。要是可以的话，偶尔刷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记得顺带帮我扩散一下。大哥接了钱，二话不说就答应了，转脸就把原视频给我发了过来。我拿着视频迅速发给了一些接受投稿的娱乐大主播，顺带还买了好多流量。很快，网上的那些视频奏效了，人们议论纷纷，但中心思想只有2个：一是骂我傻叉，二是骂那几个欠钱不还还理直气壮的人哪来的厚脸皮。反正不管怎样，视频传出去了就好，加上平台助推，很快播放量达到了新高。井号希望我也碰上这样的债主，井号这个词条更是上了热搜榜。有些看不下去的娱乐博主私信我：“兄弟，你看你那个视频现在火了，就是有挺多人骂你的，需要我删评论不？”我扫了眼评论区，不少人看似是在骂我，其实也是在替我打抱不平。我服了，网友的乳腺也是乳腺，要不回来钱干脆烧了欠条，这是什么奇葩脑回路能做出来的事儿啊？为什么这么多人骂债主啊？这不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吗？这是自己倒霉碰上傻逼了，要不回来留着干嘛？让自己白白看着生气。起诉啊！要债方法那么多，说烧就烧了，这种人会承认吗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！你们不会以为起诉真的有用吧？说来说去都是欠钱不还惹的祸，我就奇怪了，为什么现在这个年头欠钱的反倒成大爷了？这也太恶心人了吧！只有我觉得这人挺聪明的吗？以退为进，这不就是利用舆论的最好时机吗？楼上别想多了，他要是有这个脑子，也就不会借出去20来万了，好吗？一来二去，一些看不下去的热心网友竟然凭借那个视频，将在里面结结实实露面的几个人身份信息都扒了出来。借钱不还且理直气壮的男人叫郭桂树，身形胖一些叫嚣着骂对方的女人叫郭桂兰，另一个瘦一些年轻一些的叫郭桂英。视频火了以后，认识他们的人纷纷在下面回复：“那个胖大姐是我妈的同事，之前就借了我家的钱不还，没想到这次正好碰上傻子了，请把烧欠条这个兄弟的联系方式给我，以后发家致富就靠他了。”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理直气壮的，好像人家把钱借给他们是理所应当的。不能说借，这不是明摆着把钱给他们了吗？看着这些言论，我笑了笑。虽然自古以来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但中国上下5000年，因为欠债不还酿成的恶果有多少？因为欠债不还分崩离析的亲戚家庭又有多少？
有些人总自以为自己拿捏了借钱人的重情重义，当成自己不要脸的资本，可他们不知道，他们因为手头那千儿八百，却失去了以后万一遇到困难再求得救助的机会，也失去了唯一真心对待他们的亲戚朋友。爸妈也上网冲浪，他们自然看到了已经发酵而起的消息。我爸喃喃道：“怪不得你会那么痛快的一把火烧掉欠条，原来是想利用舆论啊。”我妈则愤愤道：“早该这么干了，看看他们那小人得志的样子，简直气得我高血压都要犯了。儿子这次干得漂亮。”他又斜睨一眼我爸：“老不死的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瞎借钱了？那20来万要是要不回来，看我不掀了房顶。”我爸有些犹豫，可是欠条都烧了，怎么问他们要钱？他们承认吗？一番方法是好的，可是你也太冲动了，做人得给自己留后路呀。我鼻尖发出一声嗤笑，都这个节骨眼了，本来就是他惹出来的事儿，我在疯狂给他垫钱擦屁股就算了，居然还在说教我。我没吭声，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一摞纸条扔在桌子上。这不是欠条吗？怎么能说话不算数？到时候就算要起诉，也是我们有理。他俩难以置信地将欠条拿出来，左看右看。他们不知道，那天我烧的确实也是欠条，只不过是我的临摹款罢了。反正事发突然，谁也想不到我会烧掉借条，又不会仔细检查，烧什么不是烧呢？利用舆论给他们制造压力是一回事，20万的外债是另一回事。我总不能因为出这口气白搭进去这么多钱吧？对于几个叔叔姑姑的行为，我爸也寒了心，心里最后那点亲情的火苗也被浇灭了。看我还给自己留了一手，他肯定道：“不愧是你，出去做了这么多年生意就是不一样。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这钱不，这官司我们什么时候打？”我摸了摸下巴，是要打，但不是现在，当务之急是先好好整治下那自以为是的兄妹3人。事情发酵没多久，他们的身份信息就被扒了出来。我看了一眼，他们仨某音下布满了热心网友的评论。听说你借钱不还，10万够给你家人买棺材了吧？人家好心借钱给你们，你们竟然忘恩负义，活该你老婆生病，怎么不得癌症呢？大姑、二叔和小姑没办法，被逼着设成了私密账号，就连他们的孩子也没逃过。干主播的那表姐更是被人追到了直播间，被骂到下播，连榜一大哥都在嘲讽他，怪不得出来扭屁股呢，给你妈还钱呢。同样的，他们的朋友也遭了殃，网友们一路追着，巴不得把跟他们互动过的每个人都拽出来鞭尸一顿再塞回去。那3个人的同学朋友们作品下也满是各种各样的队形和回复。知道吗？你朋友借钱不还，你给他还吗？还当朋友呢？小心以后借你的钱。看到最后，连我都愣了，甚至以为那是我自己买的水军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就是千千万万个被欠债人割了的网友们聚集起来的愤怒。毕竟人生而在世，谁没被人借过钱？谁没被人欠债不还过？制造舆论就是引起共鸣最好的方式。面对铺天盖地的谩骂和质疑，我每隐身，借刀杀人。没多久，大概是被他们影响了生活，大姑、小姑、二叔3个人就主动登门拜访求饶。刚进门，几个人就理直气壮地让我删掉视频，给他们做澄清。我眨了眨眼，澄清你们不是借钱，是我主动给你们20万吗？还是澄清拍视频的大哥是我找来的枪手？亦或是澄清火烧借条只是个炒作，是剧本？我就是想搭进去20万把自己推火吗？
他们被我问得哑口无言。大姑软了下来，一番，这钱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还的。你烧了欠条，我们很感动，那就代表你相信我们。可是我们就算还，也不能这么轻易就还了吧？他们都追到娜娜那里去骂人了，娜娜闹着要自杀呢。二叔也趁机附和：是啊，你二婶还在康复期呢，最大的爱好就是刷短视频，现在好了，她一刷就能看到那些诅咒她的话，你让她怎么康复啊？小姑还没开口，就被我堵了回去。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呀？拍视频的不是我，发视频的不是我，我就是个可怜的被欠了20万的当事人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我要是这么有能耐的话，钱会要不回来吗？这样吧，打击舆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证明自己。你们不然还了我钱，我再发个澄清，说一切都是误会，怎么样？3个人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能还，就是我们没有这么多钱，先给你一点行吗？我笑了笑，好啊，那我的澄清也一段段发，行吗？谁先结清了，我先替谁澄清，怎么样？大姑见我不是闹着玩的，当下就转给了我钱。一番，不闹了，我已经凑够钱了。其实今天来我就是还钱的。我愣了片刻，谁能想到当初是他叫嚣着不还钱，现在又害怕到第一个还钱的呢？二叔和小姑都愣了，属实是没想到他居然这么轻易就被赐了他们。他借的少好还，可他俩借的多呀。二叔借了10万，小姑陆陆续续也借了7、8万。2个人本来就是抱着赖账的想法过的，手头哪有那么多钱？要他们一下拿出来这么多钱还我，怎么可能？小姑咬牙切齿：大姐，你要还钱，怎么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呢？大姑眼圈红了，说什么说？娜娜都要跟我断绝关系了，要闹自杀，我怎么跟你们说？一番，看来还是我们小看你了，没想到网上竟然对我们的事都这么关注。我点了点头，看着手机里的进账。是啊，毕竟大家都有被欠钱不还的经历，现在好容易抓到个典型，怎么能不处置一下泄气呢？既然大姑还了钱，那我肯定是能澄清的，就是不知道你俩。二叔冷哼一笑，实话说，我们钱太多，还不了，而且你现在欠条也没了，也没证据不是？要是看在大家一家人的份上，你就给我俩说说，要是你不想说的话，我看这亲戚关系也没办法维持了，以后能来往就来往，不能来往就算了。我没想到他真能说出这种话，神情也冷了下来。那就请便吧。他捏紧了拳头，你说话不顶用，把你爸叫过来，他想跟我们断绝关系是吗？我笑着摇了摇头，不好意思，因为钱是从我账上出的，所以这件事我做主，你们都有脸不还钱，这脆弱的关系真断绝了又能怎样？他嫌我说话难听，竟然一把提住了我的领子。你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，这个家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？我指了指头上的监控，不好意思啊，二叔，你身为一个长辈，要是实在想打我的话也可以，那我最起码得要个1万的医药费，有监控作证，你跑不掉的。大姑小姑忙拉他，见他正在气头上，果断将他拉走。澄清的文案我没发，大姑一催我就用话原封不动地对他，我又不是不发，你这什么急？一来二去，他也就不问我了。经过这事儿，他们确实知道我是铁了心的要钱，这钱要不回来，事儿就没完。热搜居高不下，又有好几家媒体主动联系我，想弄清楚我在做出火烧欠条这个行为时是怎么想的。我选了一家影响力最大的接受了采访，我们拟好稿子一问一答，愣是将事情原本地说了一遍，把大姑几个人套了进去，说这件事是剧本。
我是不承认的。当然，采访末了，我也澄清了在事情发生后还钱情况的最新进展，也感谢了下热心网友的支持。毕竟大姑已经还了钱，二叔小姑还会远吗？为了多加点素材，他们顺带还采访了我爸妈，两个人一唱一和，一个红脸，一个白脸，将我爸那几个亲戚明里暗里的嘲讽了一遍。关掉摄像机后，采访记者跟我打趣：“一帆，我们这么给你宣传出去，但凡人家长个心眼，以后都不会借给他们钱了吧？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。”我应和着点了点头：“是啊，谁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呢？当然，威慑他们只是我的一小部分想法。我更大的愿望是，愿天下再也没有欠钱不还的人。”媒体采访过后，整理发布需要时间。这段空下来的日子，我偶尔远程处理工作上的问题，剩下的时间就是在家陪陪爸妈。因为这件事，老两口之间也有了隔阂，但又归功于我的力挽狂澜。现在我们有了共同的敌人，这个家才没分崩离析。本来就是因为他们才产生的矛盾。我们家为什么要替这种人擦没有意义的屁股呢？我们难道不应该合起伙来要回钱，整治那群人吗？采访还没发，家里又生了变故。小姑背着二叔偷偷跑到我家，一进门就开始鬼哭狼嚎：“三哥，我真的错了，要不是因为二哥蛊惑我，我肯定会还钱的。但现在我真遇到事儿了，求求你救救我！你要是不救我的话，我儿子的未来就全毁了。我知道一番出息了，你家现在肯定有钱，我可以打欠条，不，我可以把车子抵押给你。你能不能借钱帮我把浩浩弄出来呀？他还没上大学，他的人生不能毁在这里呀！”听了半天，我们才明白，原来小姑家的儿子浩浩因为跟朋友玩耍上了头，无证驾驶不说，还跟其他车发生了剐蹭。现在人家不要赔偿，就要他儿子进去尝尝记性。小姑这才慌了神，她不顾形象，哭得涕泪横流，还把跟老公的聊天记录给我们看。我凑过去看了一眼，从那各种签字的纸张和文件，以及多个60秒的语音来看，这次的借口大概是真的。爸妈不敢再相信他，除了表达对他的同情外，也没多说什么。小姑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：“一帆，你就浩浩这么一个表弟，你救救他行吗？他也是鬼迷心窍，才会在那群朋友的蛊惑下开车。谁想到就这么点被撞人了呀？他是你亲亲的亲戚，你看这次我没像以前一样犯傻心软，见他的惨样也只是微微一笑。不好意思啊，小姑，不是我不帮这唯一一个表弟，可你大概忘记了，我还有10几万的外债在外面飘着呢。你要是能要二叔还回来的话，我也不是不能借给你。”他哭丧着脸：“一帆，你不是为难我吗？二哥的脾气你不知道吗？再说我们关系不错，我也知道他是真的没钱还。他跟你之间的债务是你们之间的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我皱了皱眉：“那你还欠着我们家7、8万呢，先还了再说。毕竟有句话不是说吗？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吗？”小姑更哭丧了：“我要是有钱，还需要问你们借吗？别说还钱了，我现在还欠着别人一屁股债呢。实不相瞒，你小姑父前段时间做生意赔钱了，你表弟又出了这档子事儿，这可不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吗？你帮助小姑过了这个难关，以后我们什么都好说，行吗？我可以给你重新写欠条，也可以给你补上之前的欠条，只要你帮忙。”我嗷一嗓子打断了他：“小姑，你的命好惨啊！我郭一帆之前是有钱，不过也是之前的事儿了。你别忘了，我现在还有不少外债在外面飘着呢。
尤其是你和我二叔欠的，那海了去了，实在是没钱借你。你要是怪罪，就怪罪二叔吧。要不是他欠钱不还，说不定你儿子这次也能筹到钱出来。见他还想开口，我扑通一声跪下了。小姑，我爸妈不敢跟你说，那就由我告诉你吧。实不相瞒，我妈这几天身体也不舒服，她也得了很痛苦的病，急需钱救治。可我家现在是一分钱都掏不出来了。要不这样，你借我点钱。说着，我西行到她面前。小姑，你就看在我们都是一家人的份上，大家都是实在亲戚，救救你这个关系不错的三嫂吧。你可就这么一个三嫂啊，你要是不救她的话，我妈的未来就全毁在你手里了。我可以打欠条的，我还没娶媳妇呢，我妈还得等到看我娶妻生子的时候呢。小姑越听这话越熟悉，可不是刚才她口口声声道德绑架我的话吗？她的脸耷拉了下来。郭一帆，你拿我开涮呢？我要是有钱，今天还会来你家吗？我撒泼打滚，胡说！小姑父不是开公司的吗？小姑你肯定有钱，你就是不愿意借给我们钱罢了。而且之前你不是问我们借了一笔钱吗？钱哪去了？你不能因为不愿意借钱就编理由骗我呀。小姑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我连哭带闹，跟疯了似的，高喊着向他借钱，没一会就给小姑连滚带爬的吓跑了。临走的时候，他还不忘嘱咐我，既然三嫂的病很痛苦，就好好看看吧，我就不打扰了，好好的事儿我再想办法筹谋。我连连称是，甲沟炎也是病，而且怎么不痛苦呢？对他们来说，屋漏偏逢连夜雨。因为很快我就已经拿着那些原版欠条起诉了二叔和小姑，因为证据充足，加上流程清晰，我很轻松就起诉了他们。法院立案下发传票那天，正值那个报道发出的时候，对我来说，这是两个天大的好事儿一并发生的日子。因为本身那个采访账号的粉丝体量就很大，火烧欠条这个行为也颇受争议。我的事很快就传开了。我们本本分分，一家都是老实人，只不过借了亲戚要不回来的烂账，才变成这副样子的。虽然行为偏激了点，但大家这不是看到了吗？于是大家痛恨欠钱不还这个行为的同时，对我们也抱以可怜的态度。很快那篇采访就破了几万赞。我在采访下回复：谢谢大家。作为当事人，我们已经理清借款证据和转账记录，准备碰运气起诉要钱了。视频发布当天，法院已经正式立案下发传票了。感谢大家这段时间以来的关注和对我们的支持。我的心愿是，天下以后再不会出现借钱不还之人。心平气和点句屁句。这个回复被博主置顶后，大家不约而同点赞支持。妈呀，真起诉了！这个亲戚不当也罢。博主很猛，加油支持！有脸欠钱不还，就得承担后果。希望欠我钱的人也要早点还我钱。行，敢起诉就是真汉子。收到传票后，二叔和小姑家也争先联系了我，因为我爸我妈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，他们只能打通我的联系方式。小姑因为表弟的事忙得焦头烂额，低三下四的求我撤诉，说会尽快还钱。二叔觉得我一个晚辈试图拿捏他的把柄，当下跟我翻了脸，威胁我赶紧撤诉。可是不管他们怎么说，这个状我是告定了。法院约定半个月后开庭，我以原告被告不能私下联系为由，拉黑了他俩的联系方式，哪怕他们两家换着号给我打电话，我都不接。当然，在我因为这点破事忙碌的时候，公司那边的活也没落下，合伙人拉来了卖家，
我就动用手段和资源联系买家，有卖家联系我想出二手车的，不管多远，我也第一时间去看车，开车回来。没多久，我手里的那单又赚了3、5万。等开庭时，我阔别已久，见到了没见过面的俩人。二叔大概知道我不是开玩笑的，真跟他们翻脸对簿公堂了。此刻的他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样蔫，连跟我对视都不敢。小姑一个女人家更是害怕，都现在了还用口型问我能不能撤诉。我抬头看了眼庭上，我想起诉起诉，想撤诉撤诉，真当这法院是我家开的呀？因为证据充分，再加上我请的律师朋友靠谱严谨，这场庭审很快就结束了。因为借款数额巨大，法院判决5个月之内归还，要是到期没按时还款的话，可以申请强制执行。一旦走到强制执行那步，他们的名声算是彻底毁了。老赖的名头跑不掉，火车飞机不一定能坐，银行账户还会被冻结，说不定房产车辆也会被法拍，更严重的有可能还会拘留坐牢。不仅影响自己，还影响家人儿子，更别提里面还有个正在找工作和刚准备上大学的孩子。为了区区几万块钱，实在是不至于。庭审结束后，爸妈在门口接我，当然也看到了疾驰而去的二叔和小姑。两个人或许憋着一口气，或许已经下定主意还钱以后老死不相往来，没跟我们说一句话。经过这么一闹，我爸算是明白什么叫手足淡薄，世态炎凉了。他重重地叹了口气，怎么借钱的时候是一个嘴脸，让还钱的时候就变了个人呢？难道钱真的比感情还重要吗？他们要是好借好还的话，浩浩这种情况，你说咱们能不帮吗？哎，都是自找的，是他们自找的，也是我自找的，活该，活该呀！显然，强制执行的后果，二叔和小姑应该比我更明白，不然也不会在期限将至的时候痛快凑齐了还钱的这18万3千块钱。收到转账的那天，我正在外奔波工作，随手给爸妈截了个图发到了我们的群里。爸，这不也有钱吗？怎么当时就不能好好还了？妈，非得浪费时间，上点手段才往出吐。你家人没一个靠谱的，跟你妈一样。爸，说他们就行了，带上我妈干啥？我偷笑，行了，还了钱就没事了。浩浩的事解决了吗？提起这个，我妈坐不住了，她兴高采烈地跟我说着二叔和小姑的倒霉人生。小姑的儿子浩浩无证驾驶撞人，虽然给人家撞成了粉碎性骨折，但看在小姑认错态度良好，判了6个月，缓刑1年。虽然没正式住进去，但也在档案上留了一笔。小姑天天在家骂浩浩，浩浩跟他也离心了。二叔赶在法院强制执行前，被迫还了我们那么多钱。家里一下抽空10万的日子并不好过，他天天跟二婶吵架打架，闹得家里鸡犬不宁。更重要的是，因为之前的事闹得太大了，除了某音的各种评论，甚至还上了我们当地的新闻。再说，一个县城里什么消息能瞒得住呢？现在二叔和小姑的所有亲戚朋友都知道他俩是借钱不还的人了，大家都怕过多接触他俩会惹得自己一身骚，没人愿意搭理他们，对2个人更是避如蛇蝎。连平时跟他们关系不错的好闺蜜、好朋友，都总是找借口推辞见面。2个人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因为他俩这件事闹得太大了，其他借过我家钱的亲戚怕我们把事情闹大，也都七七八八地还上了之前的借款。一股脑收到巨额还款的时候，我还有些恍惚，
没想到困了我大半年的事就这么过去了。幸亏当时起诉完后，我就又去工作了。现在公司业务也风生水起，这些惹人心烦的事也过去了。眼见银行卡的存款余额一下就丰余了起来，我喜不自胜地确认了好几遍。午休时间，听着盛夏鸣蝉的声音跟空调微微的运作声，我靠在办公椅上睡着了。梦里，我来到了一个新世界，那个世界当然也会有人情往来和手头紧的时候，但因为内在人心向善，外在法律完善，债主再也不用绞尽脑汁想办法设局让欠债人还钱了。同样的，那个世界里再也没有欠钱不还的人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